完球了，完球了！剧情要开始了。3日前，你穿越了几本小说融合的世界，成了结局惨死的恶毒女配真千金。系统，系统，来啦！我可以不下楼吗？对不起，宿主，请宿主按照剧情线路走，否则将会被抹杀。算你狠！哎，叶大小姐，笑笑，来，顾晨啊，这是我刚找回的女儿笑笑，笑笑，这是顾晨，是你妹妹的未婚夫。关键情节提示，请宿主不要偏离女配人设，认真演绎关键情节。叶笑见顾城虽然坐在轮椅上，却仍然不失清贵俊雅，他心中满是妒忌。叶冰彤一个假千金，凭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未婚夫？系统，我走完了。宿主第一次走完剧情，可以获得3次修改原著1个字的奖励。修改1个字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叶冰彤白皙的脸上有泪痕残留，看起来我见犹怜，令人怜惜。行吧，就这里了。把泪改成墨。今天我找顾哥哥是商量婚约的事情，这婚约是叶家和顾家的。如今你回来了，我就不该站着了。这系统也太神了，看这墨的颜色，一定是好墨。冰彤，你的脸，他们这是什么表情？冰彤，你用的眼线也太廉价了吧，都掉色了。爸妈，我们家是不是快破产了？啊！我难道说错话了？叶笑，冰彤不在，有的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。我只爱冰彤，有些你不该瞎想的事情就不要瞎想。重点剧情出现，请宿主根据剧情演绎。笑想些不该想的，难道不是叶冰彤抢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人生吗？爸妈是我的，婚约也是我的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冒牌货。这顾城长得人模狗样，就是脑子不太好使。谁家好人上赶着当人家天后？什么情况？叶萧早上刚才运动，难道我听到的是他的心声？我是不是年纪大，刚才幻听了？这男配什么情况？你倒是对了，来，大声告诉全世界，你非要当女主的舔狗不可！叶笑，闭嘴！这就对了，来继续骂我，不要停！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你还有你们，心里都只有叶冰彤一个人。既然如此，你们还把我找回来干什么？快点配合一下，早点走完剧情，早点结束啊！看来今年得把西点时间提前一点，重点检查一下你。我不管，顾家的婚约只能是属于我的。他一个冒牌货，不配嫁入顾家。你们几个也别愣着，快义正言辞的指责我。等女主出来哭一下，我再砸碎花瓶，怒气冲冲的上楼，这样剧情就可以结束了。待会就砸汤。这可是清朝的古董，价值好几百万，不行，我要看好花瓶。叶笑，你到底是……笑笑，对不起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也不知道哪来的黑色，一时半会儿洗不干净。没事的，冰彤，我们家冰彤怎么着都好看。顾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自私的强占婚约，你是属于笑笑的，我退出。你当然要退出了，毕竟你昨天才被那个小黄毛强吻，还辗转反侧的睡不着呢。什么？小黄毛？
这剧情也够离谱，一个地痞小黄毛为了女主突然发愤图强，欺年后成的霸总归来。唉，可怜的爸爸妈妈，当初你们强行拆散他，小黄毛回归后就找人打断了你的腿。大家的反应怎么跟我预想的不一样？头疼。第二次修改剧情，开始倒计时60秒，60秒内未曾使用，视为放弃福利。这接下来的剧情是这样的：叶冰彤脸色苍白，滴滴汗水从额头滑落，顾城看到，心顿时刀绞般疼痛。他推动轮椅到叶冰彤身边，想要告诉她，他心中只有他一个人。铐子改成举。这就是我家那个柔弱不能自理的妹妹。快放下来！陆哥哥，你别说了，我心意已决，而且我体格不好，只不一内病就死了。跟你在一起只会耽误你。先放我下来，冰彤！我可是残疾人，经不住你。果然柔弱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样。行了，你不要假惺惺了，你假装柔弱装可怜，不就是想让大家指责我吗？好啊，我就是不懂事，就是恶毒，行了吧？只要砸了这个花瓶，剧情就可以结束了。谁这个？行吧，你们就和这个冒牌货一起过吧。回去谈会儿先。累死老娘了。爸妈，笑笑是不是生气了？用不用我去哄哄他？不用，今天好像不太对劲，不如回家找个医生看看。伯父伯母，我今天已经到了够久的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顾晨，要不在这吃个晚饭吧？那好吧，笑笑这孩子气性大，我就劝劝他。我劝劝他。又要上班了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下辈子再也不要打工了。笑笑，是我做的不对，我跟你道歉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跟你抢顾哥哥的。冰彤，你做这种决定不跟我商量一下吗？顾哥哥，我只是不想让你为难。脸又要黑了。叶笑，你眼泪居然说就说出来。冰彤，你这收放自如的本事，我很服气啊。好了，笑笑，这感情的事啊，不能强求。顾城和冰彤啊，两情相悦，而且冰彤啊又有大师级的钢琴水平，顾城呢又恰好喜欢钢琴，他们两个很是般配。钢琴啊，我记得后来这钢琴是女主和小黄毛经常 play 的场所，那场面真是刺激。我的钢琴水平也就一般。冰彤，你不要谦虚了，你去弹奏一首，让他知道你们之间的差距。第三次修改机会，开启倒计时60秒钟，完成一变鬼火。叶冰彤的神情却始终淡然，仿佛只是做了一件最小不过的事情。把一遍改成100遍。看来系统修改一个字可以是替换、增加、减少3种方法。那我就简单给大家弹奏一曲，大家不要取笑我。再听一遍也行。你们也来点。
不能怪我没父爱，哪个好人家一口气听这么多遍？冰彤，别谈了，休息会儿吧啊。顾城哥哥，我弹的好听吗？好听，就是下次再认真。喜欢听叶冰彤弹琴的毛病，这就治好了。少年，同为配角一场，要是改了这个毛病，倒还算帮你解脱了。那我再给你弹一首吧。伯父伯母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唱首歌。助理，快！快！不困了，那我先走了。爸妈，他们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难道是我弹的太难听了？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我和你爸也睡觉去吧。恭喜宿主成功度过一天，往后剧情修改字数可累计。前几日还没有出现这个累计功能，看来是要经历几个重点情节才开启的。如果累积下来，我就能修改一句话，甚至还能修改整个结局。有金手指在，我就能摆脱命运，掌控自己的人生啊！哎呀，最近突然呢，就觉得这身体不太行了，看来今年这体检得提前了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我得着重检查一下这个脑子。你头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和冰桶一样，这头痛症犯了。能听见别人心声，这种事情说出去，自己还不是要被当成疯子？对，我也是头疼。我估计啊，是最近这压力太大。是，赶紧休息吧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人。帮我查个小黄毛。我倒要看看这叶校的评审到底是不是。有些事情我明明不想去做，却总有股奇怪的力量驱使着我去做。这个夜校有点邪门儿。冰彤，大哥，你手怎么了，冰彤？大哥，今天弹琴弹的有点久，我手有些痛。怎么弹那么久啊？笑笑他他又欺负你了，冰彤，你别害怕，明天一早我就回来了。对于我来说，只有你才是我妹妹，我不会让她欺负你的。可是大哥，笑笑才是你的亲妹妹。我可没有这种丢人现眼的妹妹。你好好休息吧，等我回家。她是叶家的亲生女儿又如何？还不是比不过我在叶家的。笑笑，我没有故意跟你抢大哥，是我手受伤了不方便，才让大哥喂我的。乡下来的就是乡下来的，你平日里就这么欺负冰桶的？大哥看着挺冷的，总感觉他缺点什么。仔细看，应该是缺一顶绿帽。什么情况？谁在装神弄鬼？3、2、1，手机都响起来。什么手机？什么响起来？这声音到底是什么？果然打电话，快接吧，马上你就能得到喜当爹的好消息了。我哥是娇妻带球跑书中的男配，女主为了躲避男主，找了我哥当接盘侠。后来男女主相遇，我哥自然也就成了男主眼中钉，结局也没比我好哪去。大哥，你手机响了，快接啊！他怎么不接电话？他不接电话，我还怎么看好戏啊？我刚才听见的是叶晓的心声。大哥，是月儿接电话。叶晓在胡说八道，不能信。文怡，我怀孕了，你要当父亲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喜当爹了？啊，大哥怎么没反应？
不应该啊！我明明看见他头发都绿了。柏林，怎么了？你不高兴吗？没有，我很高兴。当然高兴，毕竟什么都没干就多了个儿子。那天在宾馆，这陈玉儿就在你旁边跟情人睡的。第二天你还以为是自己睡了他，要对他负责任。这睡觉太死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呢。那天晚上我喝醉了，月儿带我去了酒店。第二天起来，我以为是自己做的。我和月儿是青梅竹马，我又喜欢她，当即表示要对她负责。可夜校刚回来，他怎么知道那天晚上的事儿？大哥，是月儿姐怀孕了吗？你们是不是很快就要结婚了？对，怀宝宝了，你可得抓紧点。这陈月儿可是你倾慕多年的女神，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必须得有绿。这么好的消息，你应该先跟爸妈说。明天我去找月儿姐，好好恭喜恭喜她。我忘了，叶冰彤和陈月儿是闺蜜。叶冰彤知道孩子不是她大哥的，还劝陈月儿找到孩子亲爹前，先嫁给叶柏林，以免孩子出生后遭人非议。大哥，我想喝粥。哎呀，大哥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送你去学校吧。说来也巧，这叶校和叶冰彤是同一所戏剧学校的。叶家会发现问题，也是因为学校的一次体检。大哥，可是笑笑好像还没吃完呢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才是家里最受宠的，所以这次大哥最好只送我一个人去学校。对，我还没有吃完，你们先走吧。身为女配，我有觉悟的。家里的司机正好请假，我走路去学校，然后被同学嘲讽说我根本不被叶家重视，得吃饱点，不然待会儿没力气走这么远的路。如果没有听到叶校的心声，我多半就真的送叶冰彤一个人去学校。大哥，我们走吧。今天司机请假了，我们等等笑笑吧。我这一心只有生意的大哥，居然会注意到这种小事情。笑笑，这个钱和卡是给你的，这个黑卡呢是我的副卡，没有限额，你有喜欢的东西你就可以自己买。大哥回来不是给我撑腰的吗？为什么对笑笑这么好，还送他无限额副卡？这卡连我都没有。什么情况？大哥不是来给叶冰彤撑腰的吗？不是应该不分青红皂白的骂我一顿？大哥，我也想要，我手受伤了，想买个包犒劳一下自己。冰彤，你这手是弹钢琴受伤的。笑笑想听，我受点伤也没什么。那天就笑笑一个人在场。怎么回事？这个冤种大哥突然长脑子了。顾哥哥和爸妈也在，我很高兴为大家演奏。既然昨晚爸妈和顾城都在，那肯定没有人敢让他受委屈。叶笑在外面吃了不少的苦头，这样的早餐他以前根本吃不上的。笑笑，赶紧吃饭吧。难道这是什么新计策？他想等我放松警惕了，再把我推入深渊？可怕，真可怕！不是，这叶笑胡思乱想些什么呀？我是那种人吗？冰彤，昨晚上爸妈和顾城都在，应该没有人敢欺负你。大哥这是在说我冤枉了叶笑？大哥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这冤大头大哥也不是完全没长脑子，只可惜是个恋爱脑，否则也不会被未婚妻耍得团团转。我既然听到了，就会派人去查。不过我相信月儿不是那种人。我吃好了，既然你想要送我去学校，那就给你个机会。那走吧。不是都说叶冰彤要被叶家抛弃了吗？现在看来完全还没这回事啊！一个乡巴佬，一个钢琴才女，换你喜欢谁呀？看来叶笑就算飞上了枝头，也成不了凤凰。你堵着车门摆什么 pose？当然让我下去。诸位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叶笑，叶家唯一真千金。以后若是有人顶着叶家名头招摇过市，记得查稳。这个大美女是叶笑啊！笑笑，我没有想过要跟你争什么。你没有叶家血脉，做不了叶家人，拿什么和我争？
冰彤，大哥，我没事儿，你别怪笑笑，是我自己没站稳。不愧是女主，背后都能长眼睛。来吧，替女主出头，大声指责我一顿。他现在就是寄居在我们家的外人，别说是推他一下，就算是打他，他也应该受。耶，完美！我这胎死狗底，越来越强了。我这个妹妹绝对是个精分。笑笑，下次可不许这样说了。你倒是怕我呀！我都把脸伸过来了，你都不打。大哥，冰彤，笑笑呢，虽然性格差点，但他人不坏，你别跟他计较啊。说好的最疼我呢？果然，叶家人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。大哥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可以进去。这是叶笑，怎么感觉完全变了一个人？这么一看，她比叶冰彤都要好看。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人家叶冰彤可是天才钢琴少女。笑笑，大哥让我们好好相处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尽管跟我说。我还真有事需要你帮忙。你说吧。我口渴了，去给我倒杯水。我说的不是这种帮忙，连这种小事都帮不了，那我还指望你干什么？小黄毛来了。你就是叶家刚找回来的亲女儿，脾气我挺喜欢，要不晚上陪我出来玩玩？他真的喜欢叶笑的脾气，或者在这儿也行。裴同学，裴同学，笑笑，你怎么能这么欺负裴同学？欺负同学？他对我出言不逊，我不打他打谁？难道打你啊？我不许你这么说，裴同学。他其实是个好人。打架斗殴霸凌同学，但他是个好人。我不要再見你在夜夜糊塗盲追一些很不真實，暫時。你敢伤我一根毫，那就是叶冰彤没有照顾好我。我看他怎么跟家里人交代。我看叶冰彤能这么在乎你，也在乎他，你们两个不会是处对象了吧？我和裴同学清清白白，才不像你说的那样。唉，裴月怎么就不能理解我？他现在的身份，爸妈如何能接受啊？给我去倒杯水。磨磨唧唧的，这点小事都干不了，也不知道叶家养你有什么用。上课了，非常有利于农业生产，因此什么都古埃及被认为尼罗河的圣地。如果我一直引以为傲的优秀成绩被叶笑给超越了，不可能，叶笑就是一个吊车尾。
怎么办？裴月真的不理我了吗？书中的叶冰彤成绩很好，因为裴月成绩一落千丈，最后差点没能毕业。后来叶家用超能力帮他混了一个文凭，又给他宣传出天才少女的名声，才让他在娱乐圈有了一席之地。女主变坏是因为裴月，女主却因为家里人拆散她和裴月，就对抚养她近20年的家人恨得咬牙切齿。这种脑回路，我是不能理解的。前世我被称为最年轻的影后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学习。我刚打算去系统学习，就穿越到了这个世界，这也正好给了我一次学习的机会。女主不想跟我生我还可以。至于女主，她自甘堕落，那就随她去吧。冰彤，突然，一个身影抱住了他，是裴月。叶冰彤脸色绯红的转身，两人顿时激情拥吻起来。这段绝对属于关键情节，光看文字就觉得有些辣眼睛。本来还想存些字数的，但现在有些存不住了。明天开始，我一定好好存字。人前对我不冷不热，人后这么热情。小妖精，叶家刚找到了亲生女儿，我这段时间也不好过，我不能再让叶笑抓到我的把柄了。我是你的把柄吗？叶冰彤，我就这么见不得人？不是的，是叶家人太肤浅了，他们只会看一个人的表面，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你有多么善良的。冰彤，裴月，冰彤，我把困在墙角改成了扔在墙角，后续剧情全变了。这情况还是要进医院了。裴月紧张地抱起了叶冰彤，大呼小叫着开始往医护室冲。果然进医院了。这热闹，我是看呢，还是不看呢？请宿主前往医院。既然没得选择，那我就去医院看看。裴月怎么抱着叶冰彤？什么情况？没听说这两人有交集啊？我和他俩一个班，今天早上上课的时候，叶冰彤就很紧张裴月，他俩绝对有问题。不可能，冰彤女生怎么可能跟这样的混混在一起？冰彤女生都晕倒了，肯定是裴月对她做什么。走，快去看看，绝不能让裴月伤害了女神。快！你聋了吗？还不过来救救冰彤！你要是治不好他，我绝不放过你。我刚刚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？我怎么会伤害他？伤口没什么大事，包扎一下就好了。不过毕竟伤到头部，你们最好去医院做一下详细的检查。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检查？多晚一分，他就多一份危险。可这里没有检查的仪器。那你为什么不给他包扎？叶笑，你妹妹受伤了，你竟然还在这幸灾乐祸！你哪里看出来我幸灾乐祸了？
我还想问你呢，叶冰彤不是和你在一起，怎么突然受伤了？你不应该给我们叶家一个交代吗？别否认啊，我走后，教室里可就你们两个，一定是你对我妹妹做了什么。不是我没有。旁人的阻碍只会让他俩越发确信彼此是真爱。假如这一次没人阻挠他们，他们的结局会是什么？裴月，我痛。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裴月是吗？放下冰彤，我会带他去医院的。你是谁？咋回事？顾城怎么来了？可怜的我，估计他现在心里正抓着小手绢哭呢。弄什么啊？又不是我让你未婚妻红杏出墙的。把小姐抱回来。裴同学，这位是叶冰彤的未婚夫，你还是放下吧。我知道你喜欢冰彤，抢人未婚妻你自然无所谓，但冰彤她多少还要点脸呢。裴月，先放我下来吧。我已经把你伤害冰彤的事报警了。啊，这南佩咋知道的？你胡说！你等着。好戏这么快就结束了？这南佩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啊？既然是南佩，那自然是原谅叶冰彤了。你跟我一起送冰彤去医院。我还要上课呢。下午就1节课，从医院回来都来得及。把我课表查这么清楚干嘛？我和叶冰彤上的课一样，兴许是他查了叶冰彤的课，才知道我的。留下来能看到裴月被警察抓，跟着去能看见男配和女主的对手戏，好难忍呐！这女人一口一个男配，这是要气死谁？你涉嫌故意伤人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我派人跟踪叶冰彤，对方拍了天才的完整视频，我把视频交给警方，这裴月怕是要在牢里待上几天。现在可以走了吧？哎，走，我是瓜田里的一只茶，哪里有瓜哪里扎。叶冰彤有未婚夫了，之前怎么没听说过？他一直瞒着，谁会知道啊？要不是我在叶冰彤的衣服里放了窃听器，根本不知道她受伤了。还好我让叶冰彤的同学盯着她，不然连她受伤我都不知道。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到医院来做检查，正好看见了。来，你呢？啊，我也是。还好解释过去了，总不能说我能听到叶秀的心声，所以提前调查了冰彤吧？让你们担心了，医生说只是皮外伤，没什么事儿。冰彤，你到底怎么受的伤嘛？就是个误会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了，裴月同学救了我。顾哥哥，裴月同学是个好人，你冤枉他了，你快让警察把他放了吧。冰彤竟然撒谎帮他开头，他们果然是真爱。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这男配怎么回事？快说话！我待会儿还要回学校上课呢，可别浪费我时间。你确定要把裴月放出来？他本来就是无辜的。冰彤，你怎么如此糊涂啊？那个裴月他就是个小混混，你怎么能和他扯上关系呢？不错，裴月的事你就不用管了，让他在里面冷静冷静，免得他继续纠缠你啊。爸妈，裴月他没有做错什么，你们不能把他关起来。顾哥哥，我知道你和爸妈他们不一样，你一定不会难为裴月哥哥的，对不对？这女儿她分得清好坏吗？如果我一定要裴月受到应有的惩罚呢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就当这些年我看错你了，我们的婚约也没有再继续下去的理由了。我每次拿婚约来要挟他，他都会妥协，这一次也不会例外。顾城，你这么爱他，怎么能取消婚约？快原谅他！奇怪，好像一种力量在阻止我说解除婚约。那就解除婚约吧。长得倒是不错，就是冷了点。哥，
原来是顾城大哥顾衍，难得他是个清醒人，尝试把顾城骂醒。可恋爱脑顾城非但不听，还和他决裂。最后顾城把他分到的股份送给女主，男女主正好拿着这股份吞并了整个顾家。唉，我这是听到了他的心声，他怎么知道这些？难道他也重生了？你和顾城的确不合适，这桩婚事就由我做主，取消了。3天前，我发现了自己回到10年前，前世因为叶冰头，我和弟弟反目成仇，公司也被吞并。这一世，我绝不能再让顾城和他扯上关系。怎么有股奇怪的力量促使我拒绝解除婚约？这婚约不要也罢。顾哥哥，这也是你的意思吗？我哥哥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父母很早就去世了，是哥哥接下了公司沉重的担子，长兄如父，我不能因为叶冰彤和哥哥闹掰。他不是爱我爱的要死吗？怎么愿意解除婚约？我去，这婚姻不会真的就解除了？这不可能啊！不管女主做了什么，男配都应该抱着她的腿，求她别离开啊！伯父伯母，我冰彤确实不合适，这婚约算了吧。这婚约是2家的事，爸妈一定不会同意解除的。顾城，你决定好了？伯父，要打要骂都好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好，那就解除婚约。这就达成共识了，剧情全乱了。男配，你可是男女主 play 中的重要一环，你这么轻易就放弃了真爱，我叶笑实名看不起你。明日，我母亲会亲自去叶家解除婚约。好。我家冰彤不懂事，是我们对不住你们了。这叶家竟然这么通情达理，还是说他们对叶冰彤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？行，解除就解除，看最后是谁先后悔。婚约可以解除，但裴月还在看守所，你们应该先把他放出来吧。受伤的是你，你不在，我也不在。作为受害人，只要我原谅裴月，裴月就不会有事。看来我得马上去趟警察局。伯父伯母，这里应该没有我们什么事了，我就先带着我弟弟先回去了。好。叶笑似乎知道很多东西，重活一世，我绝不能让悲剧重演。也许他能帮上我。爸妈，我也先回去了。叶大小姐，不知道有没有荣幸加上你的联系方式？这顾言是在搭讪我们家笑笑，没有任何桃色绯闻的冷面阎王要铁树开花了。抱歉，我还是个学生，不能加陌生人的联系方式。我叫顾言，今年28岁男，未婚，爱好赚钱。还有这种爱好？现在不算陌生人了吧？我哥这是来相亲的，他这是不算夜宵。我们之间并不是很了解，所以还是陌生人。那你介绍一下你自己，那我们就不算陌生人了。这男人脸皮也太厚了。既然叶大小姐有所顾虑，那我就不便强求了。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。我每次向顾衍示好，他都置之不理，为什么他却主动要叶笑的联系方式？叶笑除了是叶家的血脉，一无是处。爸妈，我要去趟警局。冰彤，裴月这样的小混混就应该受到教训，你当真要去找他？他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，你们根本不了解他。我先走了。冰彤，你说是非要和这小混扯上关系，以后就别惹我这个父亲。爸妈，你们看看，你们养了这么多年，这养出来个什么玩意儿？男女主是拆散不了了，爸妈越是阻挠两人，越恨他。等那小黄毛成了霸总，叶家还是难逃一劫。叶家被裴月报复，家破人亡。叶冰彤和裴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情节变了，书里剧情也更新了，但男女主的结局仍然是爱之一，叶家仍然家破人亡。之前听到的心声都是真的，看来裴月真会在多年后毁了叶家。好在老天怜悯，让我听到了叶笑心声，只要跟着女儿的提示走，改变命运不在话下。
你们的宝贝女儿就这么跑出去了，你们还不赶快追出去？我还要看热闹呢，八卦，我要看八卦。你才是我们的宝贝女儿啊！你这马上要上课了，我得赶紧送你回去。这叶明成竟然说我是他的宝贝女儿，还要送我去上学，这不得劲儿，不得劲儿。冰桶的事就让他自己解决吧，你的学业重要啊。这顾城顾衍太耽误时间了，这顾家兄弟绝对有毒。笑笑，快进去吧。知道了。去吧。叶校这个真千金不受宠的传闻是假的。两人抱在一起，终于突破了世俗的眼光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甜蜜拥吻。哎呀，这也太恶心了！还好昨天没去吃瓜，不然晚上都吃不下饭了。俩人逃学去了酒吧，晚上叶冰彤干脆不回家，和裴月去了一家小旅馆。叶冰彤借口去闺蜜家过夜，却偷偷跟裴月出去了，叶家还不知道。这一次，叶冰彤怕是瞒不过去了。我不能把精力全部浪费在他们俩身上，我还有自己的人生要过，有自己的梦想要实现。这剧情走向不太对啊！说好了爹不疼娘不爱的女配呢？笑笑，真千金就是真千金，也是谁会放着亲生孩子不疼去疼别人啊？冰桶女神也很可怜，被报错也不是她的错，现在搞得她好像又被抛弃了一样。是啊，叶冰彤还受着伤呢。叶家父母跟没事人一样来接她了。要是他们知道自己教养了这么多年的女儿，跟着小混混抽烟喝酒，还一起住廉价旅馆，相拥而眠，一定会很难受吧？什么？抽烟喝酒，还一起住廉价旅馆？这叶冰彤他是疯了吗？我在这里，他们还不好表现出对叶冰彤的关心，我还是先去睡吧。啊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上去了。好。笑笑在外面受了这么多年的苦，依旧这么贴心。笑笑习惯用嚣张跋扈来掩饰自己的柔软，其实他比谁都在意我们这些家人。罢了，我们有笑笑就够了。至于叶冰彤，她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生，只能看她自己了。前世叶冰彤以天才钢琴少女外加初恋脸的宣传进入了娱乐圈，这次她和一个小混混打得火热，还能营销什么初恋脸，被封为校园女神。昨天的字我先存着，至于现在都不用我出手，男女主就能把自己给玩死。笑笑，你不觉得你欠裴同学一个道歉吗？啥？我不想理会傻逼，傻逼咋还自己找上门？我欠他一个道歉？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昨天是我自己摔倒受伤的，裴月同学好心送我去医务室，却被你给污蔑，还害他进了警察局。你说，你难道不该给他道个歉吗？哦，原来不是裴月伤的叶冰彤，是裴月救的他。那叶笑做的有点太过分了。那我们昨天岂不是冤枉了裴月？我说什么了？要说送警察局，也是顾城送他去的警察局。你跟我喊什么？顾城做错了，可我已经跟他解除了婚约，难道你就没有煽风点火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，值得我煽风点火？
你要护着那个小混混，你就自己护着，别拉着我一起。叶笑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裴同学受了无妄之灾，我只是想让你跟他道个歉，有那么难吗？第一，警察会带走他，一定是掌握了证据。第二，我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。第三，你上赶着讨好裴月，我可没那么蠢。警察会带走裴月，还不是因为你在爸妈面前说了不该说的话，还催我爸妈去警局施压。这叶冰彤脑袋上有包吗？让我给裴月道歉就算了，还公然指责叶家用了不正当手段关押裴月，这是不害死叶家不罢休吗？裴同学大人有大量，只要你跟他道歉，他就原谅你。啊，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。叶家动用强权让警察关押了裴月，这做的确实有点过了。这裴月确实是有点可。顾城对叶冰彤态度的改变，还有警察会将裴月拘留，都证明他们有证据。现在这证据来了，你确定是你自己受的伤，与裴月无关？当然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辛苦大家跟我一起被辣眼睛了。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不可能，当时只有我和裴月在场，根本没有别人。我去，是吗？人前对我不冷不热，人后这么热情，啊，小妖精。私底下的情绪被那么多人公开审判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如果按照叶冰彤所说，他才和未婚夫解除婚约，那这算什么？劈腿？出轨？还真是冰清玉洁的女神啊！看什么看？都别看了！所有人把眼睛给我闭起来！果然，只有裴月才会这般护着我。如果不让大家看清楚我叶家的冤屈，还不知道怎么洗。你继续砸，手机坏了，正好给大家换新的。啊，对，我正好就想换个新手机，那就谢谢裴同学了。就怕裴同学赔不起。怕什么？他跟叶冰彤是男女朋友关系，他赔不起，找叶冰彤不就行了？叶冰彤，这才是警察带走裴月的原因吧？这视频哪来的？叶笑怎么会有？是你，都是你，这几天都是你在算计我。叶笑，你好不会心思？是我逼你亲人家的，还是我逼你维护人家的？发给我视频的好心人，估计也给你未婚夫发了一份。猜啊，这就是他要给你解除婚约的原因。难怪我昨天说是自己摔倒的，大家反应这么奇怪。原来他们早知道了。那我昨天的举动算什么？小丑吗？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裴月了。冰彤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再让你受一丝一毫的委屈了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欺负我的女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就是仗着自己漂亮的脸蛋是吧？今天我就让你再也无法见人！不要！系统生成的剧情里没有这一遭。系统剧情很难躲开，原本还想囤字的，可我以后还是想要当演员的。为了这张脸，把揍改成跪。我在做什么？哪怕再讨厌叶笑，也不能当众伤人，把自己也搭进去。小说男主多少都得带点病，比如裴月因为童年创伤，动不动就发疯打人。有童年创伤就能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吗？裴同学，
你突然对我行此大礼，我可受不起啊！老师，就是这个他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黄毛。李少同学，你没事吧？老师，裴月他想杀人，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。叶笑，你，老师，你看他手里还拿着刀，我感觉他对我人身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危险。裴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老师，裴月他不是那个意思，他没有真的要伤害叶笑。你看，叶笑他没受任何伤，他是自己绊倒的，否则这后果不堪设想。同学们都看到了，他就是想毁我的脸。裴月不是真的想伤害你，你看你没受任何伤害，更何况还是你先对不起他的。我对不起他？老师，他们两个谈恋爱，被叶冰彤的未婚夫发现，对方和他解除了婚约，你说这事儿能怨我吗？又不是我按着他们的头请罪。现在的学生这么会玩？裴月就是想毁我容，就是因为我长得太好看了，让叶冰彤这个校花当得名不正言不顺的。他为了哄他的女朋友开心，就对我下此狠手。老师，让他这种人进入学校，那简直是狼入羊群啊！他这种人留在学校是有损我们学校的名声。叶冰彤、裴月、叶笑，你们三个跟我去趟校务室。这狗男主知道他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吗？他可能会被开除，会再次进局子，可我却是损失了一个字啊！他这么委屈干嘛？他妈真正可怜的到底是谁呀？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好，大概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。这位同学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带走。上次他伤人是被谅解了才能放出来，这一次我可不能原谅他。只要我不松口，他怕是要在警察局好好待上几天了。行了，没什么事儿，你俩先回去吧。叶笑，裴月他没有伤到你一丝一毫，你为什么非要如此残忍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么做会让他被校方开除，还会在他的人生上留下污点。那小黄毛浑身都是污点，还差这一边。警察局他都不知道去过多少次。说是警察局，其实跟他家有什么区别？叶笑，我没想到你是这么蛮不讲理的人。那恭喜你啊，对我有了正确的认识。如果以后你再敢惹我，我就弄死你。叶笑，别以为你回了叶家就可以一步登天了。你以为我真的斗不过你吗？我告诉你，以前是我不想斗，既然你如此咄咄逼人，那就别怪我反击了。我等着呢。等等，以后你和小黄毛的孩子可不能考公喽。你神经病啊！神经病。下午，叶冰彤约了陈月儿吃下午茶。陈月儿也是一本书中的女主，她和叶冰彤是好闺蜜。为了这个闺蜜，叶冰彤不惜插自家大哥几刀。我那可怜的大哥昨天晚上就没有回家。昨晚陈月儿突然身体不舒服，大哥心疼就留下来照顾她，还在地上睡了一晚上。今天的情节是两个女主互诉衷肠，互相为彼此的神仙爱情感动，并且约定了互相支持彼此。今天这场好戏怕是看不到了，就在剧情中看个热闹好了。叶笑同学，你怎么不走啊？啊，我整理好东西就走，你们先走吧。先不早了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他们几个可是后来的娱乐圈红人，也成了叶冰彤的人脉。本书的重点是恋爱，对叶冰彤的事业只是一笔带过，所以这人脉我先接手了。瑶瑶姐，又见面了。不知道我提供的视频是否对你有帮助呢？哦，原来是你发的，
我还以为是顾城发来的。视频是我弟弟找人拍的，我当时还怀疑他也重生了，见到叶笑才知道，他只是听到了叶笑的心声。叶小姐，这次不知我可否有荣幸邀请你喝下午茶呢？下午茶有啥意思？我只想回家躺着。但如果是去19的话，我就有兴趣了。叶冰彤和陈月儿就约在那儿呢。那就去19如何？这男人会读心术吗？怎么这么懂我？立刻答应不太好吧？显得我很想吃这顿下午茶似的。咱们女孩子要矜持一点。他要是能说一句“公主请赴约”多好。公主请赴约。最近好像很流行这个梗。顾先生看着不像是一个会网上冲浪的人。我最近刚换了5G 手机。公主请上车。家里司机已经在等我了。无妨，我现在就给伯父打个电话。伯父，我今天把叶笑接去喝下午茶了。搞定了。不是我想吃这顿下午茶哦，主要是那里正好有八卦，这让我怎么忍？行吧，就给你个面子。多谢。怎么什么都听不到？好大一个瓜，我却吃不到，想吃不能吃，却最寂寞。柏林，大哥，叶柏林怎么会在这儿？哇，好巧啊！柏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要不咱们换个地方聊聊？如此正好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咋回事？男配纷纷觉醒了，难道大哥也发现头上的绿帽子了？前世，叶柏林那个天才儿子找到了他的亲爸，还撮合他和陈月儿在一起。为2个人这样背刺，叶柏林黑化了，最后在叶家破产后选择自杀。可这一世似乎不一样，难道叶柏林也能听见叶笑的心声？柏林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路过，刚好路过。路过？你咋不路过喜马拉雅山呢？刚好路过。今天你的未婚妻还有你的好妹妹都在这儿，你不过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如果你不好意思的话，我可以亲自帮你去。我是跟他们到这里的，我怕被他们发现了。一个是你未婚妻，一个是你好妹妹，你跟着人家干什么？这可不是君子所为啊！小心我去告状。你想要怎样啊？既然你跟过来，肯定早有准备，肯定有八卦跟大家分享。自己吃独食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顾衍太牛了，我得好好学习。学会之后，我肯定能吃更多的瓜。不对，这顾衍为何会带着我的妹妹出现在这里？他对笑笑图谋不轨。你别想赖掉，我猜你肯定带了陈月的偷听器，拿出来，大家一起吃瓜嘛。混账到底有没有自觉？这是我的隐私好不好？瓜，我要吃瓜。笑笑肯定对月儿有什么误会，正好让笑笑听听，解除他们之间的误会。我先说好啊，我其实不是怀疑月儿，我只是觉得。月儿姐姐，你说
这孩子不是我大哥的。我操，这打开的时机太好了，一开始就这么劲爆。冰彤，柏林对我那么好，我却这样骗他，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坏女人？我相信冰彤，她不会帮着别人瞒着我的。月儿姐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孩子总归需要一个父亲。你跟我大哥结婚，能给这孩子一个身份，也能让他健康快乐的长大，这对你们俩都好。对陈月儿孩子都好，那对我呢？我哪里对不起叶冰彤？她竟然想让我当接盘侠。我知道这样是最好的，只是觉得有点对不起柏林。我大哥他爱你爱到骨子里了，哪怕知道这孩子不是他的，他也会选择原谅你的。我就说，缺一顶绿帽子吧。我知道柏林喜欢我，可是什么呀，月儿姐？你就忘了那个男人，好好跟我大哥过日子。这件事你不说，他永远都不会知道的。如果我忘不了呢？冰彤，虽然我只和他见了一面，但是我已经爱上他了。月儿姐，他帅吗？我想我对他一见钟情了。一见钟情，多让人心动啊！月儿姐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就勇敢的去追求你的幸福吧。可是我不知道他的身份，这世界这么大，我该去哪儿找他？可你的肚子也等不了那么久，要不你先跟我大哥结婚，等你找到了，再跟我大哥离婚。他那么爱你，如果你遇见真爱的话，他一定会放你走，并且选择祝福你们的。没想到叶笑那些心声都是真的。我未婚妻和好妹妹，一个给我戴绿帽子让我喜当爹，一个帮着隐瞒不说，还给人家出谋策划。我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柏林确实是个好人，可是我的身心都已经给了别人，不能再给他了。我想，柏林他会谅解我的。只要你在他身边，他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在我找到孩子亲生父亲之前，我会好好陪伴他的。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我最近也喜欢上了一个人。好好吃个瓜，怎么还吃到自己亲弟弟身上啊？爸妈他们只会看表面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裴月人有多好。他们这种人哪知道真爱是什么？而且顾城腿断了，已经连累你好几年了，难不成还要连累你一辈子？冰彤，我支持你去追求你的幸福。对，我没错，我的爱情也没错。月儿姐，我会和裴月一起共同面对所有的困难。你也加油，我祝你早日和你爱的人相逢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绝不会再让顾城和叶平东扯上关系了。如果他知道真相，还要和陈月儿完婚，那我就离他远一点。毕竟，离恋爱脑太近是会变得不幸的。大哥不会被打劫疯了吧？我现在很好，我现在太他妈好了。与其一直痛下去，我倒不如一次性的把刺全部拔掉。我真蠢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和陈月儿只有牵手、亲吻、拥抱，几乎没有。我以为她是害羞，其实她只是不爱我。今天也是时候清醒过来了。他既然想要追求真爱，那我就放他自由。大哥，你说的放他自由什么意思啊？咋回事啊？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？2天解除2场婚约，这剧情全乱了。小孩子，别管那么多。
我心中有数。陈月儿不是觉得他的做法很正确吗？那就让大家看看他的行为是不是正确的。婚礼已经提上日程，我若无故取消婚礼肯定不行，最好让陈月儿自己解除婚约。她若不愿意，我就把这丑事公布，这录音就是最好的证据。顾远，你今年几岁啊？我善意的提醒一下你，你今年已经28了，马上就30了，你45度算一下50了，你再算一算，你这已经跟入土了有什么区别啊？啊？不是，我就听你一耳朵八卦，你就是这么想我吗？哦，这两个男人有情况。还有你笑笑，你知不知道这种老男人很诡计多端啊？他专门挑你这种纯情无知的少女。他今天呢能约你回下午，明天他就想干啥？叶柏林，我提醒你一下，你跟我一样大。哎，可别，我可没有欺骗年轻的少女。笑笑，记住了，以后再遇到这种老男人，你离远点。虽然咱们是好友，但你想拐走我的妹妹，那也是痴心妄想。凭良心说，这顾衍不算老男人，他这长相还挺合我眼缘的。果然印象是懂的。不过来吃个下午茶，还穿着西装，一副老干部的模样。他西装口袋里还装着一支钢笔，你敢信？我们年轻人可学不来这种做派。很好，这辈子我西装口袋上都不会再出现钢笔了。他把钢笔拿下来了，这钢笔看起来很贵的样子。这钢笔就送你作为礼物了，你在上学应该还用得到它。笑笑就不需要你的礼物了。既然你不要了，就送我了，谢谢。我才28，真的不年轻了吗？可惜了。不就是支钢笔吗？回头我就给他买一箱。我和我妹妹先走了，你请自便啊。对了，非常感谢你作为长辈的身份请笑笑喝下午茶，记得一会儿把账结了啊。只有在夜校附近，才能听到他的心声。如果想改变命运，知道这些细节，必须靠近夜校才行。陈月和叶冰彤听不见，难道夜校这些心声真的跟男女主这些词汇有关？下次我一定要得到叶总的联系方式。爸妈，今天笑笑跟顾衍出去了，你们知道吧？完了，有点不好的预感。你们这样做呢，一共有9处不对。其一，顾衍是什么人啊？我们2个从小长大，他那么大岁数，他能配得上我妹妹吗？其二，我妹妹年纪这么小，你们放她一个人出去，能不被骗吗？其三，这大哥怎么是个唐僧啊？他们2个之间就不可能有未来。我们也想逃啊，根本逃不掉。这哪里是儿子，这分明是我爹。你们明白了吧？明白。哎呀，柏林啊，你说的这些我们也都知道，但我们两家毕竟有婚约，这顾城和冰岩成不了，那妈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说你这个想法非常不妥之处一共有10点。首先啊，
不是，你惹他干什么？哎呀，我到底为什么要嘴贱？叶冰瞳的这本书崩坏了，除了结局，中间部分消失的差不多了。剧情被魔改成这样，虽然让我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增大，但也让我失去了对未来的预知能力。大哥的那本书，他不是也彻底变了吧？这两本书唯一的相通点就是结局没变，显然一点小小的改动不足以改变结局。不过现在其他人好像也在努力改变命运，起码说明我不是在孤军奋战。给，这是我会每天送你这钢笔，你随便扔着玩。这钢笔呀，一支要几十万吧？大哥这是疯了，还是叶氏集团是要提前倒闭了？老男人有的东西，叶家也有，以后啊少搭理他啊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也没准备见他。不过钢笔有一支就可以了。下次遇到想买的东西，又有名的卡，直接买，不用替我省钱。放心，本小姐才不会给你省钱呢。爸妈，哥哥，我回来了。他连着2天没回家了，今天终于回来了，还带着陈月儿一起。爸妈，哥哥，我是不是不该回来呀？我先走了。伯父、伯母，冰彤这2晚都住在我家，他故意不回来的，就是想看看你们会不会来找他。可你们竟然一个电话都不打给他，他这2天晚上都是哭着入睡的。前天晚上他跟小黄毛在宾馆睡的，只有昨晚在你家，主要是分享你们怎么给一戴绿帽子的经验。笑笑这意思是陈月儿给柏林戴了一顶绿帽。伯父伯母，冰彤和你们有20多年的感情，他这几天晚上做梦都喊着你们的名字，你们怎么能这么残忍的把他往外推？他做梦喊的难道不是小黄毛的名字吗？就冲他后来能眼睁睁看着爸妈被打断腿，这屁话我10年不信。冰彤为了不让笑笑难过，本来没想回来的，是他头痛症犯了，我看不下去才带他回来。笑笑，你是一个大度的人，你是来加入这个家庭的，不是来拆散这个家庭的，对吗？这陈月儿怎么比叶冰彤还恶心？穷里穷气。我这人就是小心眼，我就不喜欢叶冰彤，我看见她就烦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是你未来的嫂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就这么说了，怎么了？柏林，你就不管管你妹妹吗？你就容忍她这样跟我和我们的孩子说话？还好意思提孩子？外面的野种也敢拿来说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月儿，妹妹呢是有一点不懂礼貌，但是你和冰彤一样善良，你不会和她计较吧？没想到大哥竟然会用魔法攻击魔法。我当然不会和他计较，只是他如此嚣张跋扈，是该好好管教管教了。这是我们叶家的家事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我以后是要嫁入叶家的，我可容不下叶笑，所以帮冰彤就是帮自己。月儿姐，你不要再说了，等我毕业以后找到工作赚了钱，就会报答爸妈的。至于其他的，我就不强求了。剧情提示：陈月儿不由开口帮叶冰彤说话。陈月儿接下来讲了一大段煽情的话语，我现在只有1个字能修改，显然杯水车薪。那我就加1个字，把这句话改成帮叶冰彤说真话。爸妈，我现在就走。你们难道真的是铁石心肠？柏林，你忘了，你小时候经常和我炫耀说你有一个多么可爱的妹妹，还有伯父伯母，你们从小到大哪一次带她出去没有被人羡慕？
你们还记得冰彤为什么那么努力的学习钢琴吗？我问过他原因，他说他想成为爸妈的骄傲，可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冰彤学习钢琴是为了林韵，他说林韵长得那么丑，就因为学了点钢琴就被大家羡慕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于是他也决定学钢琴。什么？他学钢琴是因为邻家千金？月儿姐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月儿姐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怎么可能记错？冰彤和林韵小时候是最好的朋友，就是因为林韵长得丑，冰彤说和她在一起可以衬托自己的美貌。月儿姐，你疯了！我可没说谎。冰彤学钢琴就是为了把林韵比下去。林韵长得没有冰彤好看，钢琴天赋也没有冰彤好，被比下去几次之后，竟然得了抑郁症，她也太没用了。林家以前住在我们家隔壁，后来全家搬去国外给女儿治疗抑郁症，没想到这竟然和叶冰彤有关。林韵回国后成了著名的音乐制作人，在娱乐圈针对叶冰彤，却被男女主针对，后来割腕自杀了。月儿姐，你疯了？你在说什么呢？你们还记得小时候冰彤丢失了她最爱的猫咪，哭了3天的事情吗？其实那只猫是她自己丢出去的，这主意还是我出的。你自己丢的？冰彤，我们是因为你喜欢才买下的呀。爸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月儿姐，她中邪了。她是喜欢那只猫咪，可是很快她就厌烦了。为了维持温柔善良的人设，她只有偷偷将那只猫咪扔了出去，还哭了3天，也是为了做戏做全套。毕竟她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她不用点手段，怎么能让你们一直疼爱她呢？我不是这样的，陈月儿，你疯了？你在说什么呢？把他给我拦住，让陈月把话说完。哎，所以冰彤早就知道她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。从第一次做检查的时候她就知道了，当时她害怕就告诉了我，还是我帮她伪造了结果，掩盖了事实。可是后来不知怎么的，还是出了差错。那当然是剧情的力量啊！原来冰彤是那个巧可爱，是你自己装出来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不要听陈月儿诬陷我，这些事情我都没做过。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，我不是爸妈亲生的。诬陷？冰彤，你这样做就不对了。我明明一直在帮你圆谎，前几天你在裴月家住，不也是我帮你圆的谎吗？我算是你，他进来就是为了落井下石，借此讨好叶笑。你讲了这么多冰彤的事，那你呢？你是真心要嫁给柏林吗？来，这次你倒实话实说呀！我怎么把冰彤的那些事情全说出来了？伯父，我当然是真心嫁给柏林的，我还怀着柏林的孩子，不嫁给他，我还能嫁给谁？他怀着的孩子根本不是大哥的，是他一夜情得来的，不知道是谁的野种。冰彤，要互揭老底吗？来呀！原来你早知道陈月怀的不是你大哥的孩子，原本你是不打算说出来，对吗？妈，不是的，我是本来要说的。大哥，从小到大你最疼爱我，我是不会帮着陈月儿瞒着你的。我今天回来就是想要告诉你，陈月儿的话不能信。柏林，我们这么多年感情了，难道你还会相信这种话？这孩子不是你的，还能是谁的？那天晚上你明明……这是狗咬狗了呀！改了一个字，居然能达到这种效果，真不错。这是狗咬狗了呀！改了一个字，居然能达到这种效果，真不错。这听新生的事儿怎么操作的？是只有我听到吗？听到吗？柏林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如果你也不相信我，我们也不用结这个婚了。叶柏林这么爱我，一定不会同意这个提议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取消婚礼。柏林，别闹了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筹备了，我们就算是为了孩子，做父母的也不能这么任性。那也得先确定这孩子是我大哥的种，虽然还未出生，但可以穿刺检查。陈月儿，你敢吗？让我结不成婚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现在知道疯了。以前接我短的时候，你不是说得很开心吗？
柏林，难道你要为了这捕风捉影的事情，冒着伤害孩子的风险去做基因检查吗？叶柏林最见不得我哭了，这一次我也一定能靠眼泪过关。大哥，你别相信他，他跟我说他一点也不喜欢你，只是因为你条件优越才跟你在一起的。他还跟我说，只要你一靠近他，他就觉得恶心。林彤，你别胡编乱造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他肚子里的野种就是他一夜情怀上的，现在还对人家念念不忘，一边套路大哥你当接盘侠，一边还在想着找人家。林彤，你别胡编乱造。我们叶家是造了什么孽？怎么一件件一桩桩就没有让人省心的？还好我们能听见笑笑的心声，让我们早一些看穿旁边的真面目。柏林，不是这样的。柏林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如果柏林继续被陈月儿迷惑，那么这个父亲就要出手了。这样儿媳妇，我们叶家可要不起。要继续推进婚礼当然可以，但是婚前要做一次产检检查。如果证明孩子是我的，婚礼照旧；如果不是，所以陈月儿，你敢吗？现在去做检查，大概率会伤害到孩子。万一孩子出事了，你追悔莫及。柏林，别闹了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？真讽刺啊！我这么多年的无私付出都没换来他的一颗心，而一个陌生的男人和他一次一夜情，就能让他情根深重，甚至为了给他们的野种一个名分，不惜主动来讨好我。柏林，叶柏林舔了我这么多年，怎么突然之间就变了？你要举行婚礼，就要证明孩子的身份。如果证明孩子是我的，我会出资10亿帮你们陈家度过贷款危机；如果不是，你我之间，陈家与叶家之间，再无情分可言。陈家贷款太多，现在根本还不上，父亲就等着我结婚后让叶柏林拉陈家一把。可这孩子不是叶柏林的，如何能经得起检查？柏林，我是一个母亲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愿意让孩子有一丝一毫受到伤害的可能。看在多年的情分上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选择，你们陈家主动退婚，孩子要打要留，随你们的便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两家就是正常的商业合作，给我们两家都留了颜面。你觉得呢？这怎么能行？陈家现在就指着叶家的头子救命，如果父亲知道我要主动退婚，不得打死我？柏林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你明知道我父母有多么期待这场婚事，你现在突然退婚，我该如何向他们解释？做错了事情，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当真不念一点旧情？这已经是我念旧情的结果了。如果陈月儿主动退婚，我就不会把她的丑事公布于众。你好狠的心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，这孩子可不能在叶家出事，否则根本说不清。这孩子要真能出事，那倒好了，他可是智商180的天才，以后要为了父亲整死叶家人。看来主角有气运加身啊，连他们的孩子都是智商180的天才。听笑笑的意思，这孩子根本就不会出事。你这胎不稳啊，看来孩子很难保住，要不直接去医院打了吧？不是要整垮叶家吗？干脆不要出声了。孩子没什么事，我只是刚刚心悸了一下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你确定？要不我送你去趟医院吧？不用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记住，你只有3天的时间考虑。3天后，如果我得不到任何的答复，我便会采取行动。最后是什么样的下场，我就没有办法保证了。这个疯女人爆了我那么多黑料，现在也算是自食恶果了。林彤，爸，你也知道陈月儿她不是个好人，她的话你不能信啊。好了，这2天你就不要再去学校了，在家里好好给我冷静冷静。还有那个裴月，我希望你和她再也没有什么接触。虽然是我的女儿，
我可以原谅你，但原谅的次数是有限的。如果他还是吃迷毒，我就不要他。我不可能为了叶冰童让叶家家破人亡。裴月他已经被笑笑关进了警局，你们为什么还非要针对他呀？警察局？怎么回事？那个裴月又对笑笑做了什么？裴月他只是跟笑笑开了个玩笑，没想到笑笑的上纲上线，把裴月关进了警察局。现在学校都考虑让裴月退学了。笑笑，你去一趟警局，让他们把裴月放了吧。就他，叶冰腾，他拿着刀对着我，他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如果你实在心疼他，你就进去陪陪他啊！什么？拿刀？笑笑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啊！这小兔崽子在学校里面动刀，不行，我现在去找校董。要是不把这个裴月给开了，说好的那栋楼就不捐了。就一把这么小的刀，这些人都疯了吗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现在立刻马上就去给我打电话！这学校都是干什么吃的？要是我的笑笑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看他们怎么向我交代。疯了，都疯了！这么大的事，学校竟然没人通知我，他们还将我放在眼里。我现在就去。大哥，爸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？确实，爸爸毕竟现在年纪大了，办事吧有点不太妥当。果然，还是大哥讲道理。我怎么听说裴月加入了一个什么混混组织？我这就准备钱和一些人脉，我要把这个混混组织连根拔掉。我要把这个混混组织连根拔掉。大哥怎么比爸爸还要疯？爸爸只是让裴月退学，大哥直接要断了整个洛城的混混组织。裴月要是被退学了，后续剧情还怎么展开？还有那个混混组织后面也有主张。裴月黑化后，召唤了小弟，带着他们在黑道打拼，成功坐上了老大的位置。后来他洗来了资金，这才成了霸主。现在这些重要情节全都要没了。这叶家人是被我下了蛊吗？怎么突然一个个的这么配合我？这么说来，我很快的就能改变命运。笑笑，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，一定要和家里说啊！真是的，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欺负我叶家的千金。我只是觉得我自己能够解决而已。我刚来叶家的时候，也没得到多少关注啊。他们一直照顾你姐姐，态度都变了。那天晚上，冰彤头痛症犯了，我抛下笑笑去陪冰彤。第二天，我发现笑笑发烧了，等退烧了之后，他好像是变了一个人。我也突然听到了他的心声。要不是听见了笑笑的心声，我怕是真会为了一个养女亏待自己的亲生女儿。裴月的事他没告诉我们，肯定是觉得我们不会为他出头。我真想打自己几巴掌，光打自己还不够，回头也得打叶明成几巴掌。妈，你们这是小题大做。你看笑笑，他浑身上下一点伤都没有，现在受到伤害的是裴月，他现在还在警局，我们应该先把他给放出来呀。冰彤，裴月若是没错，警察会抓他吗？你竟然为了这个小混混，连叶家这么多年的教诲都要抛之脑后吗？这次好像不是撒娇卖乖就能混过去的。爸妈是真的讨厌我了吗？妈，我好了，接下来你除了在家里和学校，哪里都不能去。以后你要是再和裴月联系，就给我离开叶家。要裴月还是继续做叶家的千金，你自己选。论血缘，我身上没有叶家的血；论恩情，是我欠叶家的。从头到尾，我都只有一个筹码，那就是叶家人对我的爱。可现在，这筹码已经不剩分毫了。你做出选择了吗？觉得你赢了吗？不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我以后永远都是叶家的。既然如此，以后就不要让我再从你嘴里听出裴月2个字。
我明白了，叶笑，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如果没有你，我永远会是叶家的小公主。只要你消失了，一切都能回到正轨。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会一点一点拿回来。只要我继续演下去，总有一天会重新夺回爸妈的心。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血缘并不重要，优秀才重要。剧情提示：只要我继续演下去，总有一天我会重新夺回爸妈的心。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血缘并不重要，优秀才更重要。这女主是打算想要在学业和才华上碾压我吗？我等着呢，看谁更厉害。把裴月扔进警察局，真是便宜他了。还有叶冰彤，裴月都疯狂到这种程度了，他竟然还为他说话。这么大的事儿，笑笑只字不提，是我让他受委屈，所以他才过得这般阴日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一定会加倍对笑笑好的。笑笑，来。20多年我都装乖卖好忍过来，现在我还能继续忍。这小衣服也好玩，这衣服也不错。哎，蒂儿，快来！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你现在怀的孩子不能有一点闪失。听你妈妈的，你肚子的孩子比什么都重要，不能出任何问题。如果他们知道叶柏林不想娶我了，月儿，你冷吗？王妈，拿毯子来。哎呀，你呀，就是太紧张了。不过呢，女人怀孕都是这个样子的。等你以后结了婚啊，让柏林多陪陪你就好了。对，柏林是孩子的父亲，理应多付出一些。你肚子眼看就要藏不住了，婚礼还是一切从简吧。月儿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婚前恐惧症啊？这样，我给柏林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陪陪你。妈，等等。喂，柏林啊，月儿今天的状态很不好，你赶快来我们家一趟，好好的开导开导她。顺便呢，带带你伯父喜欢的好烟好酒。还有我和月儿喜欢的珠宝。喂，叶柏林，你不说话几个意思呀？月儿可还怀着你的孩子呢。我的孩子，看来他什么都没跟你们说呀。关伯母，我建议你好好问问你的宝贝女儿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这叶柏林长胆子了啊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哎呀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叶柏林，他和我解除婚约了。什么？你怀着他的孩子，还要跟你解除婚约？他当你什么呀？当我们陈家是什么呀？月儿，他为什么要解除婚约？我也不知道。小两口子之间吵架很正常，把误会说开就好了。孩子都有了，还要解除婚约，这不是胡闹吗？他的态度很坚决。他解除婚约就没有什么原因？之前都好好的，只是叶家最近好像找回了一个女儿。他好像在叶家说了我很多坏话。叶笑，都说小姑子难缠，他是要给你下马威呢。不过呢，你的公公婆婆盼孙子盼了这么多年，绝对不会让他任意妄为的。我今天就把话放到这儿，这婚礼啊取消不了，你就安心的当你的新娘吧。不错，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孩子都有了，却要解除婚约，说出去岂不被人笑话？我这就去找叶明成。爸，算了吧，这婚我也不想结了。胡闹，这种事情不能任性。我这就去叶家一趟，我倒要看看一个迟早要嫁出去的女儿重要，还是肚子里孩子重要。我跟你一起去，走。笑笑，来吃颗葡萄。哎呀妈，堕落，太堕落了！
咋有点习惯了被人喂？之前笑笑缺失的那些，我要全给他补回来。笑笑，最近感觉学业怎么样？难度大吗？学业，这可是我的强项，而叶笑他就是一个吊车尾。爸爸，笑笑最近学业好像有点跟不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哪里不懂的都可以问我，我都能细心的教他。我还需要你教？我只是不学，只要我认真学，分分钟能拿第一。果然，叶笑还是这么肤浅，叶家人根本不可能喜欢这样的人。对，我家笑笑就是懒得学而已，真要学起来，不比谁差。这跟叶明成以前教我的谦逊说法完全不同啊！我觉得，以笑笑的天赋，光学习已经不能满足他了，倒不如把叶氏集团旗下的星光影视给他。等他日后毕业了，想当演员了，想演什么就拍点什么。好，大哥，这是认真的吗？星光影视市值近100亿，就直接给他了。我也是叶家的女儿，为什么我就没有这样的待遇？柏林，你开玩笑也不能说这么荒唐的话。哦吼，这陈家人来叶家，跟来自己家没区别，不怪门房和保安不来，谁让大哥挺了陈月儿这么多年？真为那些年所作所为感到不值啊！喂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去把你们最好的茶叶都拿出来。时候不早了，就别喝茶了。我们呢也准备休息了，二位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。我听柏林说要把星光影视给叶笑，这恐怕不妥吧？这么大个家产怎么能给一个女人？我知道你们刚找回这个女儿有点亏欠的，可弥补也得有个度吧？我操，这人有病啊！从一进来就一直说个不停，字字句句都在点我。你是陈伯父，你也知道你姓陈啊？你一个外人管我们叶家什么事儿？我爸我哥的东西，他们爱给谁就给谁，他们给我我就收着，你跟着放什么屁啊？你怎么能这么粗鲁？粗鲁也比你们不要脸好，你们说是吧？亲家，这就是你找回来的好女儿，粗俗、无理取闹，怪不得我们月儿回来的时候被气成这样。今天她叶笑必须给我们道歉，否则的话，这婚礼就别办了。那肚子里的孩子，你们也别要了。感情这陈月儿什么都没有说，他们以为有孩子在就能随意拿捏叶家，还想让笑笑给他们道歉，做梦吧！让我道歉？你们两个不要脸的玩意儿，真是野狗吃了屎，好大的口气！你们的女儿多半也是跟你们学的吧，养成了这么不要脸的性子，还敢提孩子？你们想要，你们尽管去养啊，不要赖在我们叶家头上。老叶，你这女儿真是了不得了！今天的事情怎么说？给个解决方案吧。我给你什么解决方案？我女儿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，你们陈家的女儿，我们叶家要不起，这婚礼就不要举行了。你这孩子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和我叶家没有任何关系。叶柏林，你怎么说？我之前在电话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如果你们还有不懂的地方，就去问问你的宝贝女儿吧。你记住，以后家里再来人，要先尽量汇报，我们同意了以后才能把人放进来。再有下次就别在叶家干了。好，这叶家可真是了不得了。他们非要这样的话，这事儿就无法善了了。行，你们很好，看来这一趟我是白来了。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后悔。慢走，我送。这陈月儿怀的是野种的事，是从我嘴里说出去的。以后陈峰知道了真相，不得恨死我！真是晦气。话说开了也好，一边和他们断了来往。乖宝，刚说了那么多话，口渴了吧？以后再遇到这些人，不用理他们，让你大哥自己去解决，免得厉坏了我们乖宝。那也没有多赖。
哎，笑笑，听你妈的，你不能因为心疼你哥你就帮着他，他那么大人了，自己能搞定。我骂人是因为心疼大哥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原本大哥书中只有结局，中间部分都空白了，现在又生成了新的剧情。唉，这陈家真是不要脸，居然去考舆论战，顶级富二代抛弃怀孕未婚妻，这是什么鬼标题？大哥，你看在多年情分上，给陈玉儿3天时间，他可倒好，往你身上泼脏水。毕竟这孩子是不是叶家人，不做间谍就不会有结果。这陈玉儿觉得叶柏林没有证据，只要他咬死不松口，就能把叶柏林锤成渣男。那叶柏林只有2条路可以选，一是娶她，2是硬刚。若硬刚的话，我大哥拿不出确切证据来，这脏水就必须得受着。这陈家竟然还要开记者招待会，这是要让叶家背这个黑锅啊！唉，这书中的世界果然不一样，才来没多少天，就让我见到这么多不要脸的人，还一个比一个逆天。这陈玉儿真以为我手里没证据吗？他敢颠倒黑白，我就敢把那天的录音拿出来，不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戴了绿帽吗？邪恶甚！哎，柏林啊，要防止陈家狗急跳墙，做出不理智的举动，你得做好准备啊。不愧是曾经的叶家掌舵神，爸爸还是很有敏感度。你放心，我有准备。大哥只在书中黑化过一次，难道他又提前黑化了？我难道是一本书中的人物？笑笑肯定是知道什么，但是不能直接问，以后多和他交流交流，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信息。笑笑，这也不早了，你和冰团也该去休息了，明天你们还要上学呢啊！去吧。叶家人应该有事要商量，反正也不用听，我都能在书中看到。后面的剧情大概就是，大哥表示他手中有录音证据，还有影帝2哥、电竞男神3个，他们因训练不方便出来，就电话询问婚礼日期，好抽时间提前回来。加我好友，详细跟你说，邮件往来不方便。好。说来也怪，这几本书里都没有顾衍的存在，这是为什么？他怎么知道的？我也知道，可系统不允许我说。是秦漠北。顾衍是在秦漠北和陈玉儿在一起1个月之后才知道的，可他现在却提前知道了，难道他也有一个系统？上次在19知道陈玉儿出轨的事儿，又让人去查了一下，那家酒店正好是我的产业。哦，原来是大哥造成的蝴蝶效应，让顾衍提前把人给找出来了。陈玉儿他俩相逢后，不是还埋怨大哥耽误他们7年，现在可不耽误。你要请我看的好戏是？我会找个时间让秦漠北发现陈玉儿就是那个人，具体时间我会和你大哥商量。奸夫淫妇相遇名场面，可是我还要上课，能赶上？顾叔叔，你要我看的好戏要说到做到，我大哥他们不一定带我去，就靠你了。好。唉，有好戏看喽！顶尖富二代抛弃怀孕未婚妻，未婚妻整日以泪洗面，甚至还得了抑郁症。这标题，有钱的果然没一个好东西。心疼陈月儿，月儿一定要先保护好孩子啊！男的都渣成这样子，打了孩子开始新人生吧。我不管了，
大哥他们肯定有自己的计划。我可以不结这个婚，但是我要叶柏林亲口告诉我，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对我。后天我们陈家要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好好讲讲这件事，大家都记得来啊！我们一定来。因为这件事，叶家的股价跌了不少，所以叶柏林肯定会来。到时候我要他对玉儿赔礼道歉，风风光光将玉儿娶进门。我会参加这次新闻发布会的。柏林来参加这次新闻发布会，肯定是来挽回我的。到时候只要他愿意真心认错，我还是愿意原谅他的。喂，我会参加这次新闻发布会，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惊喜。好，我等着你的惊喜。没想到柏林这么有心，不仅来跟我认错，还给我准备了惊喜。月儿，爸妈，柏林向我服软了。真的呀？收到。出去！这点小事都干不好，我要你有什么用？安妮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跟大家说，让他们工作都仔细着点，千万不要再出错了。秦总这次为什么生气啊？还是老样子，他要找的那个人没有找到。秦总，你要找的那个人找到了。什么？你知道骗我的下场是什么？是真的。是陈玉儿，叶柏林的未婚妻，她已经是我的女人，我以后还要嫁给旁人。算算日子，她怀的应该是我的孩子。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记住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个视频你就当没看过。明白。好了，下去吧。陈玉儿不能嫁给别人，她只能是我的。我要亲自去一趟发布会现场，和陈玉儿见一面。这个叶柏林竟然想占着陈玉儿未婚夫的名头，我日后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我爸妈觉得我是小孩，不让我唱了，还好顾野音乐带我来了。这个男主比裴玉正常一点，起码不会动手打人，但他身边的 NPC 似乎更惨了。后面女主吃安可晴的醋，男主为了哄女主，当众羞辱了安可晴一番。安可晴因为这个对男主怀恨在心，暗中找顾衍合作，想搞垮秦氏。只可惜安可晴和顾衍的举动被男女主的天才儿子发现，安可晴也因此下场悲惨。这秦漠北知道陈家人的身份了吗？对啊，我已经把消息透露给秦北了。哦，众所周知，女主只能属于男主，男配签个女主的小手都要被男主审判，这男主肯定不能容忍女主嫁给别人，所以他是要抢亲。书里的剧情正在生长，看来我只能耐心等待了。本来呢，只是小女和女婿之间发生一点小误会，但女婿说希望大家能做以见证，所以才有了这次的新闻发布会。
是他那天晚上那个男人，他居然出现在这里。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，没想到他居然会出现在这里。他是不是也认出我来了？可是我马上就要成为别人的妻子了，那天晚上的事情只能当作是一场梦。至于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，只能由我和柏林好好的抚养他长大。至于我的爱情，就只能埋葬在这里。我今天可得好好给他们添上一把火。月儿，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，希望你会喜欢。什么礼物？听一下你就知道。月儿姐姐，你说这孩子不是我大哥的？冰头，柏林对我那么好，我却这样骗他，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坏女人？月儿姐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孩子总归需要一个父亲。跟我大哥结婚，能给这孩子一个身份，能让他健康快乐的成长。我操，不是说好来道歉的吗？上来就是一个这么大瓜！天哪，这是什么奇葩发言？出轨怀上了其他男人的孩子，还要让未婚夫喜当爹？月儿，我送出去的礼物可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。他怎么能这么对待我？看来叶柏林早就知道这件事了。他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说出真相，就是要自揭其短，彻底毁了陈月儿。陈月儿但凡有一点羞耻之心，当初就应该好聚好散。归根到底是陈家欺人太甚，既要又要。这录音分明就是合成的。哎，陈总，陈总，这录音是不是合成的？咱们找一家专业的检测机构，一检测便知道。现在还是让大家听完嘛。听完就是听完。难怪之前叶家人会是这样的态度，原来他们早就知道她怀的是一个野种。这有什么可是的？月儿姐，你忘了那个男人，以后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。只要你不说，他就永远不知道这件事。如果我忘不了呢？冰头，虽然我只和他见了一面，但是我已经爱上他了。什么一见钟情？分明是那人床上功夫很好，舍不得了。这个声音一听就是那个显眼包男主的。果然，我这几个月的牵挂没有白费，这个女人心里也是有我的。天，我的心意全被他听见了，我不活了。果然书中的世界就是只有男女主配当一个人，其他配角对他们来说就是可以随意玩弄的小丑罢了。郭叔叔，你看我干什么？没什么。我可不管书中的世界，我只知道我们有血有肉有感情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这一世配角不为主角让路，他们是否还能走到前世的圆满结局。这份礼物喜欢吗？柏林，我不知道你在哪弄的这个录音，这都是假的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。陈家还要仰仗叶柏林的帮助，这段录音我死不承认。她都已经是我的女人了，还想继续嫁给叶柏林？不行，我绝对不允许。那今天就让在座的媒体朋友们做个见证，把这段录音送去专业的机构鉴定一下，看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。柏林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真的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这么多年，所以你还是爱我的，嗯？看来陈家这次危难挺严重的，
都到这种地步了，陈月儿接下来还敢说她是爱大哥的？再往下的剧情还在生成中，不知道大哥有没有动摇。保险起见，我得让大哥清醒一下。陈月儿流着泪说：“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对我那么好，为我付出那么多，我当然是爱你的。”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你对我那么好，为我付出了那么多，我当然是爱你的钱。柏林，你听我解释。陈月儿，从今后开始，你我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无关系。我女儿只是犯了女人都会犯的错，大不了让她把孩子打了，你们还是可以好好生活的嘛。给人家戴了这么一顶大绿帽子，还想让人家好好过日子，真亏是母女。不，这是我的孩子，我不允许你们伤害他。打掉孩子，那感情不错，只是不知道秦总还能不能忍得住。男主给我上，承认你就是你的亲父，我支持你。你这衣服好几万呢。哦，还挺贵的。是啊，再昂贵的衣服也可以用来装瓜子。我重活一世，还是没有一个小女娃看得开。吃瓜果然得配上瓜子。就是，这一次有人给我抢了。剧情提示：秦漠北如同天神降临一般，走到了陈月儿面前，将她护在身后。天神降临，来来来，让我看看怎么个天神降临法。跟我去医院，走！不要，这是我的孩子，你们谁都没有权利决定他的生命。柏林，我求求你，留下这个孩子，只要你答应留下他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如果陈家人能够打掉这个孩子是最好的，如果不能，我也会想办法不让这个孩子出生。叶柏林，我没有想到你如此冷酷无情。你以为这个孩子没了，我就会跟你在一起吗？我告诉你，孩子没了，我只会更恨你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会以为我像以前一样卑微的祈求他的爱？这些人居然想要打掉我的孩子，陈家、叶家，统统该死！住手！他来救我了吗？哦吼，家人们，重点剧情来了！这小丫头似乎很喜欢吃瓜呀。秦总，这孩子难道是秦漠北的？你们都给我住手！哦，有我在，我看谁敢欺负月儿。果然，这才是真正有担当的人，不像叶柏林，连孩子都容不下。秦总，你现在以什么立场跟我这样说话啊？怎么了？跟我的未婚妻有点关系啊？叶总，月儿怀的孩子是我的，我们两个两情相悦，我们才是天生一对。至于你，那是因为月儿之前眼瞎了，以后我跟她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去，当奸夫当得这么理直气壮。今夜的好戏真是一场接一场啊！记住了，我叫秦漠北，以后我就是你的男人了。
大哥现在心里怕是不好受啊！爱错人下场也太惨了，这辈子还是一个人过比较安全。小屁孩，竟然也操心起以后的事了。不过，像秦漠北和陈玉儿这样的人，真是该死。我要不要提醒你们二位啊？陈玉儿现在还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妻啊。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陈玉儿跟我在一起10年了，第1年我就送给她一辆价值1000万的豪车，从那以后每个生日，我送给她的金银珠宝可都过1000万了。这些我全都替她来还。那感情好，别的我都不算啊，光算礼物，我在她身上和陈家已经花了上亿了。全都我来还，还不行？口说无凭。这样吧，秦总，你给我写张借条，我只要拿到借条以后，陈月儿就是你的未婚妻了，我绝对不和你抢。不写的话，我就要好好说一说我这些年的付出了。要是让大家知道未来的秦夫人恬不知耻的拿了其他男人这么多东西，秦总你面子上也过不去。从今天开始，陈月儿和我就两清了。大家呢，帮我们做个见证。从今天开始，叶家和陈家解除婚约，叶柏林和陈月儿从此男婚女嫁，再不相干。这个男人太过小肚鸡肠，根本不值得我去爱。只有秦漠北才是我一生的归宿。既然如此，我可以带月儿走了吧？请便。这秦家比叶家可差不了多少，看来月儿虽然荒唐，还是有用的。大哥的事情算是接过去了，我们走吧。走。哎，笑笑。爸妈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好。